Hello， 大家好。别人的视频为啥那么幽默？想模仿却让自己像个笑话。不废话，直接告诉你如何让视频变得更加幽默。首先，第一个万用幽默公式：抖包袱。抖包袱总共分3步。第一步，给包袱一个情景铺垫，就像我妈总骂我的那句话。说话别老没头没尾，你得交代一下背景，让别人知道你在讲什么呀。同时呢，简单交代就行，太多太复杂，东拉西扯，长篇大论都会让人秒退。为啥太太眼睛就10分钟？哪有那么多注意力去听你讲一些乱七八糟啊？第二步，扔包袱，扔出转折、反转、意料之外的笑点。比如这个笑话：一对夫妻一起去散步，突然天上掉下来一堆鸟粪，砸在了女人的肩膀，女的就喊：“快点给我手指，给我手指！”这些呢属于铺垫。丈夫就说：“你要手指干嘛？你还要给鸟擦屁股吗？”这就是反转。我们知道女人要指是要擦肩膀，给鸟擦屁股就属于意料之外的反转。同样呢，也可以加入到对话当中。一个男人加了一个微信代购，想要买充电宝，代购就说：“你要多少的？1万的、2万的还是3万的？”男人说：“啊，这么贵吗？”代购说：“你认识豪安吗？”这个就属于铺垫。男人说：“认识啊，豪安呐，我哥们儿，给我打个折呗。”这就属于意料之外的反转。我们知道豪安是充电宝的容量，反转就是豪安他是个人。简单点理解就是说出意料之外的话。扔出这个包袱也是有技巧，怎么能把这包袱扔出炸雷的效果？第一，刻意的停顿，制造出悬念。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老师看台下太乱了，然后他就不讲课，停下不说话，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怎么了，突然变得安静，一个道理。同时呢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暗示出大的要来了，然后再加强声音，抛出这个炸雷，乐死他们。这里要注意，所有的狠嗑狠词儿都要放在最后。比如刚刚的笑话：“认识啊，豪安呐，我好哥们儿。”如果说成“豪安，我好哥们儿，认识啊”，就没有把重心都放在后面，那么好笑。第3步，连续小点，梅开2度，包袱之后的包袱，反转之后的反转。比如刚刚的笑话，第一个包袱就是“认识啊，豪安呐，我哥们儿，能不能打个折”，这是第一个包袱。第二个包袱，回头跟你哥们儿说一声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给你打个对折，这就是第二个包袱。第二个公式，漏斗法则，漏斗都是开口特别大，越到底下越细，也就是开始的覆盖面要越广，越多人可以在你的视频中看到他自己的影子越好。也就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，我们都会经历的事情。还是买充电宝那个例子，我们都会在微信上给别人转账买东西。记住，最有力的视频就像4D 电影一样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。同样呢，越到漏斗底下越细，也就是具体到你自己的事情上，笑点都在细节里。谁能想到啊？豪安见的是他哥们儿。知道这些原理，就像没穿衣服的模特一样，你要结合你的内容，找一些合适的元素作为笑料，给他穿上衣服。为了好记呢，我编了一个顺口溜，叫做事实反复连抽自己。第一个词儿，事实，接受事实，描述事实，定义事实。幽默就是接受改变不了的现实。谁一生中没有点窘迫、尴尬、难堪的事情呢？你当时有多么的难过，之后就有多么的好笑。悲伤乘以时间等于幽默。说我妈小时候老打我，而且呢，她还跟渣男一样，每次打完我呢，都会跟我说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我就会在她每次打完我之后呢，努力的挤出一个微笑。我妈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打太轻了吗？又狠狠打了我一顿。就是与你接受不了的事情和解。描述事实呢，就是描述当时的情境，还原当时的声音、场景或者对方说话的动作、语气，让故事更加生动。比如这段，我刚才跟那个桃子说那个王菲的故事呢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好。有一次搓麻将的时候，在我家里带了一个是很多克拉的那个钻石戒指，对，然后我说好，今天去把你那个戒指赢回来。他说没那么容易，很贵的。给我们来这一套。然后有一次就刘嘉玲在他后面，因为大子多了，然后刘嘉玲在他后面坐着看他搓麻将，说：“哎，王菲，你这个牌怎么会这样打？打坏了嘛？”他说，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就是说回过头去，就是很严肃的说：“
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唱歌不好，我认了；你说我搓麻将不好，我打死也不认。定义事实，其实就是一语道破其中的关窍、真谛、洞见。比如这段，有吧？送戏下乡，为民服务，就撒谎呗，就撒谎呗，还行啊。第二个词，反差错位，特意的制造出不协调，可以是反常识，还是充电宝那个例子。豪安竟然还能是他哥们儿，也可以是反常规的逻辑，比如那个机灵的丈夫理解为给鸟擦屁股，也可以是反常规的羞耻方法，比如这段。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，这妈艺术细胞是，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，行吗？好。我名字叫鸭蛋儿，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。三个字重复，老话重说就是重提。比如说冯巩每年都说我可想死你们了，或者这段。把这火炉拿起来，不行啊！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，我拿这个藤。我这心脏晚上拔凉拔凉的呀！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。我的心拔凉拔凉的，就属于重复带来的笑点，让人有一种跟你的思想在一起的参与感。第四个词儿联想关联。如果你的内容文案实在加不上一些幽默的元素的话，你可以尽量的关联，往上靠，往上写。You know,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, Steve Wozniak and I, mostly Steve, 或者是隐喻、比喻小动物啊什么的都行。比如这个笑话，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在公园里约会，男孩就对女孩说：“你是我的太阳，你是我心中皎洁的月亮，你是最美丽的星星。”这是铺垫啊，男孩用比喻的方法形容女孩，女孩就说：“怎么的？你这是要给我上天文课吗？”第五个词儿抽离，就有点像禅的意境。从当下的现状中换个角度看问题，比如美玲中有一次在台上演讲，突然他媳妇南希呢就连人带椅子滚到了台下摔了。当时所有人都惊慌了，都吓傻了。但他媳妇儿特别灵巧，一个机灵，抱着凳子又坐回到台，但是场面已经很尴尬了，里根他也尴尬呀。他就跟他媳妇儿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有当台下没有掌声的时候，你才开始这个表演。” Honey, I told you to do it only if I didn't get any applause.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第六个字儿，自己，自嘲。自取其辱，自暴其短。说到幽默就避不开的是自嘲，也就是把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用戏谑的方式给说出来，缓解尴尬，也堵住别人想要嘲笑你的嘴。先嘲笑自己，让别人无笑可嘲，同样适用于刚刚里根的笑话。 Let's take a look at this market and how big it is. My clicker's not working. Oh, there it is. It is working. So how big is this market? Let's take a look. No. All right. Clicker is not working. All right. We're scrambling backstage right now. 这些都是可以给模特穿的衣服的幽默元素，你可以选一个或者全选加入到你的视频当中。知道了这些具体的逻辑框架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绝对不能犯的错误。第一个，不要炫耀，那叫吹牛逼，谁爱看呢？与不要吹牛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呢，就是不要讲成功的事儿。对的人做了对的事儿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泰的演讲技巧里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。第三点，不要说教，故事会比观点更有趣儿。说教观点就有点像老师上课讲课，让人想要睡觉。但是如果老师上课开始讲故事，尤其讲他家的事儿，完全不困了，一个意思。第四个，永远不要用问答作为结尾。我看过好多视频，我比较喜欢视频是用搞笑作为结尾。如果用问答作为结尾，不是说有多不好，而是感觉像吃了一个不酸不甜的橙子。心理学不有一个词叫风中定律吗？放在这里也同样适用。记住了这些不要犯的错误呢，还有一些小秘密。第一个，关键的30秒，就是说在视频的前30秒你要抓不住观众，他一下就跑了。有没有看到那种标题啊封面啊特别有意思，点进去
但如果里面内容没啥意思，就会秒退。所以呢，要在视频的开头把什么狠嗑、狠词儿、狠话全给堆里头，点燃情绪。但是最好笑的内容不要放在开头，要放在结尾。第二好笑的再放在开头。乔布斯就总这么干，他总会把他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最后讲。We'll see you all soon. Thanks. But we do have one more thing. 才有他那个经典 One More Thing， 最后一件事讲完潇洒退场。第二个，用现代进行时进行描述更有参与感。第三个，一些词儿就是比另一些词儿更搞笑。当一句话就是不太幽默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换一个词儿，比如 K 开头这词儿就非常幽默。第四，刻意。原来那些特别好看的视频，那都是人家反复练习的。那些你觉得特别好的演讲，那都是人家搁家都练好几天了，像不像偷偷在家学习的你班同学？我自己就是会反复听我自己的文案的录音，然后找到不太好的地方或者值得改进的地方。你也可以用你比较喜欢的办法。还有，他们怎么总能经历那么搞笑的事儿呢？那都是人家刻意收集的。我甚至都怀疑哈，他们在经历那些糟心事儿的时候想的都是怎么变成段子讲出来，回家记下来，不断的打磨。最后一件事，加一点演技。人生如戏，谁不靠点演技？第一个要直视镜头，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，看着镜头。第二点，多一点手势的语言加成。第三点，如果你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20%，那就会减少但是这些没有用的词儿。第四，别忘了多用点语气词。这些幽默的技巧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，你一定要不断的尝试，不断的练习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天就特别像《乘风破浪》里徐太浪告诉六一的，声音越小，气场越强。声音越小，气场越大。你什么声带落家里了？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